大家好，我是面具人，给大家紧急的播报一则重要消息啊，那就是比特币今天有可能会突破4万美金的大关，重新开启冲锋模式。那面具人现在呀，也紧急的录制视频，给大家来解析一下今天的这波行情。开头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几个重点啊，那就是比特币今天如果破了4万美金，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狗狗币已经到了入场的最好时机了吗？我们看 K 线应该是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好，这3个问题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轴。那节目开始之前呢，面具人想要先提醒一下，这几天已经加入实战会员级别的新会员朋友们，赶紧给我发邮件，屏幕下方有我的邮箱啊，我来拉你进咱们的实战会员群，这样呢就能及时的接收最新的一手消息了。好了，新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比特币今天会不会突破4万美金的大关？面具人，我个人的观点是，破与不破都不重要。为啥？截至我目前做节目啊，比特币最高点是39800美元。那么比特币为什么会忽然上涨呢？导致比特币这一波暴拉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了，会认为是因为马斯克先生的推文导致的。那面具人也在当时第一时间的在我的会员专属社区里面给大家解读了马斯克的推文，他主要说了这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比特币未来如果能够让矿工们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特斯拉会考虑重新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然后呢，比特币就出现了暴涨。你们看图，这比特币连续的出现了大量的进量。不过大家也不要过于激动啊！一看这个比特币上涨了，觉得哎呀，现在买肯定赚钱，涨。面具人之前已经说过了，散户们是没有能力去拉盘的。我们仔细观察啊，从上个月的5月19号的大砸盘开始，比特币当时被砸到了3万美元整，到现在1个月过去了。其实比特币出现过了好几次的反弹了，有超过4万美金的，或者是接近4万美金的位置。然后呢？然后就是又出现一波的下调。所以说，比特币接近4万，甚至突破4万，大家也都不要见怪了，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之前面具人已经说过那个 Coinbase 的财报公布显示，所有的加密货币玩家之中的交易量的资金，其中有70%是机构，散户们仅只占30%。所以呢，现在整个市场的投机行为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机构割韭菜。你想嘛，这机构如果想要拉盘，但是呢，市场不允许呀，对不对？韭菜不够用，然后呢，市场也没有更多的鲜活资金。按照这种情况呀，这机构就算是把盘子拉起来了，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来的话，那死的只有机构们，听懂了没？倒不如像这样，做小波段收割韭菜呢，对不对？但是呢，你割韭菜也要掌握尺度。你只能说你割一部分韭菜，让另外一部分韭菜涨一涨，让少部分人赚点钱，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割另外一茬韭菜。你总不能说一次性把韭菜割绝户了。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比特币最近的涨跌，它始终是有一个范围，有一个节奏。目前来看呢，整个市场这个比特币每一次都是涨到了38000、39000、37000，然后呢就开始跌到了32000、33000就停了，然后呢再往回涨，然后呢再往下跌，对不对？其实这个跟整个市场是有关的，因为比特币它现在没有办法进行大的拉升，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一样，没有足够的资金，整个市场的热钱不够。然后呢，你仔细看美国这边，
拜登还没有印更多的钱，对不对？拜登还没开始发钱呢。中国这边呢，老共又没收了那么多的矿场，而且呢，老共现在也不想让全民去玩加密货币。如果说等老共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完善了以后，那共产党可能会积极的推广数字人民币和加密货币，因为共产党它现在已经推出了区块链从业人员资格证、加密货币从业人员资格证。这个面具人之前也是精准的预判过，给大家吹风过的，这是个党内消息啊。那么你现在只用考虑一个点，那就是老共他手里面没收上来了这么多的矿场的矿，足以证明共产党手里面的子弹还多得很呢。更别说全世界70%的比特币都在共产党手里，对不对啊？都在中国的矿工手里，那就等于在共产党手里嘛，是不是？那现在把这个币价抬一抬，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更加值钱而已。共产党他也不傻啊，这收上来的子弹，抢来的子弹，它也是值钱的，能卖贵就不卖便宜。同时呢，我们仔细观察啊，马斯克的行为，马斯克的推文也很有可能是配合一下共产党。为啥？因为资本家无国界。既然共产党都让自己的狗崽子们给马斯克公开道歉了，等于说给马斯克把面子给足了。然后呢，马斯克他自己也要回敬一番，对不对？马斯克和共产党的合作可谓是非常深入的。他们之间的合作那都是价值几百亿、几千亿、上万亿的中国市场的大韭菜呀！这些利润肯定是比我们这些炒币的韭菜的利润力度大多了。我们这些韭菜呢，能给马斯克贡献啥好处呢？我们能给马斯克的只有伸脖子让他的镰刀砍下来而已，对不对？包括这些机构的网军呀，老共的网军呀，是多到你无法想象的。你去看什么其他的那些博主，这个大神那个教主的啊，这个大人的，你屏幕下面你去看那些留言，哎呀我的妈呀，一个个能肉麻的要死。不过没办法，脑残就吃这一套，一看别人的机器人假留言，然后呢，哎呀赚了10万8万了，赚了几十倍了，然后自己就激动了跟着，然后呢就被坑。哎，你们是不做这些油管节目的，你们是不接触这个媒体人这个文宣口这块的内幕的，你们不接触无所谓，面具人我接触呀，对不对？好歹我也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网红嘛，对不对？他们这些人有哪一个人比得上面具人我？3000多万播放量呀，有哪一个人有啊？而且都不是刷的。哼，前天晚上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内幕啊，那就是只有我们这些媒体人才知道的。前天晚上呢，有些博主呢，或者是大外宣就已经接到任务了。当然了，面具人我只是知道这个事儿，我没接任务啊。你们也可以看出来，这2天我都没怎么讲币啊，我反而讲了一些更深度的，有营养的心理学呀，还有社会现象的问题，对不对？当然了，我只是知道他们接任务的那些情况而已。面具人我没接啊。你仔细观察这些人啊，有人他在提前1天就开始部署自己的粉丝信徒3期以上开多30倍、50倍、125倍。然后呢，你再看他们的行为，再提前1天，他们就开始让自己的粉丝32开空。总之呢，你现在回过头再来看他们的行为，就是反着来。开完了，你亏了，你跳楼了，你死全家，那是你活该。你那条贱命对人家来说一文不值。你死之前把你的钱开出来给人家赚钱，就是你这条烂狗的最大价值了。这就是你在他们眼中你的地位，听懂了没？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是面具人，我1年多以来，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一直都是孤军奋战的原因。我从来不跟比我强的为伍，而且呢，我还主动的去帮比我弱的人啊。我不跟这些
所谓的那些有背景的、有机构的人去同流合污。而且呢，你看，我也主动的去扶持了很多新的网红，对不对？阿丽、ABC、阿猫，对吧？包括其他那几个背叛我的那些烂仔，名字我就不想提了。为了钱，真的，咱们华人啊，为了钱，真的什么鸡巴烂事都能给你做得出来。那这种事儿呢，我是做不出来的。赚别人死全家绝户的钱，我是赚不了的。这里面啊，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什么暴富神话呀，博主指导你赚几十倍的钱。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你只需要想一想，你就能想通了。这个逻辑就是，我们这些 UP 主做节目啊，说实话，面具人我是真实流量，一个节目也就赚300-500人民币，就跟国内的那些什么抖音头条赚的差不多，比那多一点点而已。但是咱们想一个逻辑啊，那就是你说那些个在网上号称包你赚钱的博主，声称一天能让你的财富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博主啊，他今天能预测对这个事情，明天就能预测对那个事情，天天的事情都能让他预测对。然后呢，你问他为啥能够预测对，他就会告诉你不为啥，为啥？因为哥会画线。听懂了没？今天的线走的是 U 字形，明天的线走的是 B 字形，后天走的是 V 字形，大后天走的是 M 型 ，ABCDEFG， 天天给你换着不重样的来。这就是预测未来的技巧。你想学 OK， 掏钱我教你。就这种人啊，看他自己说他今天开合约赚了几十倍，明天呢开空又赚了几十倍，后天呢又开多赚了几十倍，对不对？天天开合约几十倍杠杆赚钱的人，你算算账呀，1万块钱就能变几十万呀。这种人他还哪能看得上做节目这100-200、200-300块钱嘛，对不对？他为啥还要做节目赚这几百块钱的广告费呢？还只是人民币，人家赚都是几十万 U 的去赚呀，还用赚得了这200-300人民币的广告费吗？这就是一个悖论呀，对不对？你要是相信谁能让你稳赚的这些个网络骗子，那你可以尝试一下。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好赚钱的事儿。如果说真的有那么容易赚钱的事儿啊，只投资个几万块钱的会员费，然后呢就能让自己的财富成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值。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儿，那你说那工地里面的民工啊，扫大街的、扫厕所的人、搬砖的，还用得下那么重的苦吗？几万块钱的学费谁拿不出来？不都去学了吗？都去学这些预测技术了，让自己的财富增值几百倍了，多好的而事实是，中了这些圈套的人，可能有些人连命都没了。你别，我告诉你，你别不信。你不信，你可以去试一试。我跟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些事情啊，我都生气。就面具人，我自己的群友啊，就有被这些人骗了10几万、几十万，甚至还有一个老大姐，那个脑门子呀，我算了，因为是自己人，我就不能把话说太难听了，真的是200多万弄进去了200多万没了以后。才想明白了，你说这个学费交的值不值？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傻子多到骗子不够用。好了，咱们来说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啊，那就是狗狗币现在是不是抄底儿的好机会？目前狗狗币的价位是 0.32， 还是处于横盘状态，不跌也不涨。别的币涨了它不涨，别的币跌了它略跌。但是呢，也不会大跌。虽然很多人会觉得，现在应该是入场狗狗币的好时机，但是面具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来看呢，确实没有什么大的利好消息。那这样的话，对狗狗币这种没有生态的消息币来说就很不利。咱们回望一下前2天狗狗币上 Coinbase 这种事儿啊。
就这种消息对狗狗币的拉动幅度都不大，那就更别说现在了。投资这种东西啊，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灵活。你看那些华尔街的高级金融顾问，他们都是声称自己灵活的投资策略，专业的机构服务，是不是？投资一定要灵活，不要一头扎死到南墙。前段时间呢，咱们玩狗狗币，推荐狗狗币，应该的。为啥？因为狗狗币有行情，有行情那就做狗狗币就能赚钱。前段时间别说狗狗币了，就连狗屎币，你时机掌握得好，你也是能赚钱的。可是现在呢，过了那个时间段，狗屎币也能让你欲哭无泪。我的群友前段时间我让他 0.009 割了狗屎币，他还不乐意，觉得已经跌到底了，接下来呢就是强势反弹。结果呢，你们看现在狗屎币跌到了 0.0005 了啊，又腰斩了，惨吧？所以呢，你们看啊，咱们要想明白一个投资策略，就是时间就是金钱。你甭觉得你的钱放到币里面，好像它横盘你就不亏，它横盘你就是亏，就跟房价一样，房价只要不涨就是亏，对不对？狗狗币它既然短期内无法上升，那我们就应该灵活的调整投资策略，套住的钱那就套住了啊。如果没有其他币的暴涨的时机，那也不建议割肉，对不对？可是呢，没套住的钱，我就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先扔进去啊，不要撞死在南墙。好，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节目的最精华的地方，最重点的地方，就是网传的会看 K 线稳赚不赔的话题。那面具人，我再重申一次，币圈不像股市变量很多，币圈的变量就是政策和市场信心，而且加密货币是高度中心化的，就是高度中心化的，你没听错，别觉得面具人我这个话说反了。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是骗小白的，你回过头再仔细去看一看啊，加密货币它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政策、机构、媒体、人的信心都是能操控它的。既然是能被操控的东西，它就是有中心的，没中心的东西操控不了，它是虚无缥缈的，对不对啊？再说这个看 K 线来预测未来，就像是什么？因为你昨天吃了米饭，所以呢，你明天就会吃米饭。听懂了没啊？我看 K 线是因为你昨天吃了米饭，所以我能断定你明天还会继续吃米饭，就是这种逻辑。你觉得现实不？啊，我就不能，我明天想吃个火锅了，我想吃个面条了，我想吃个鸡腿了，你没办法去判断准吧？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你别说币圈有 K 线了，就连彩票站里面也有 K 线和走势图。我相信很多原来买过彩票的人进彩票站都能看到那个墙上贴的各种各样的摇奖号的开奖走势，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彩民在画着各种各样的走势图，然而呢，就是中不了彩票，对不对？面具人告诉你们啊，网上卖的那些什么彩票必中秘籍、彩票预测法门，这也是一个逻辑悖论。既然他能预测中几百万、几千万的彩票，他为啥还要卖那几十块钱的书呢？几百块钱的书呢？对不对？还有，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基本知识啊，那就是 K 线从它的作用和诞生开始，它就是用来帮助你更直观的观测现有数据和过去数据。K 线从来不是预测未来的指标和工具，听懂了没？ K 线又叫做蜡烛线或者阴阳线。你们知道 K 线的创始人是哪国人不？啊 ，K 线的创始人是哪一年的人不？来，面具人，我给你科普一下啊。K 线它起源于17世纪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它的创始人叫做本间宗久。他当时创立这个玩意儿，只是为了方便记录当时的米价波动，以此好调整自己的价位。
仅此而已，听懂了没？他只是为了记录米价波动的来调整自己。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卖的贵一点，或者是前几天大家都卖贵了，那我是不是想要快一点卖就可以卖的便宜一点？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我看到别人前几天卖贵了，我就能知道我接下来明天已经是卖贵了，或者是已经是卖便宜了，听懂了没？它绝对不是一个预测未来的工具，它只是用来描述当下所处的状态，是强是弱，是超买还是超卖，卖贵还是卖便宜。除了神棍之外谁也无法精确的预知未来，明白了吧？谁能告诉你他能预测未来？要么就是他坏，要么就是你蠢，听懂了没？有精力看 K 线，还不如多学习一些实用的政治分析、心理学分析。面具人我早就说过了，在高度中心化的币圈，你能知道上面心里想什么，你才更有赚钱的可能性。你说 K 线牛逼，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了，是 K 线牛逼还是拜登牛逼？是 K 线牛逼还是习近平牛逼？是 K 线牛逼还是共产党牛逼？对不对？这就是面具人为啥我几乎很少讲 K 线，但是呢，我就是比他们这些 K 线来 K 线去，什么 U 字形、M 型、Z 型、Y 型，我比他们判断的准的原因。一来呢，是因为面具人对政治敏感老观众可以给我作证新观众可以去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从美国大选，从我讲数字人民币、房地产开始，一个一个的看看我讲的东西实现的中标率有多少。其二呢，就是面具人不靠和机构交易所合作带反指标、带节奏赚别人家破人亡的钱，明白了吧？其三呢补充一点，那就是面具人我还是看得上这每个节目200-300块钱人民币的广告费的我要保证我的信誉，因为我除了广告费之外，我也不想去坑人、宰人、骗人赚钱，对不对？真的，观众你说里面有没有傻子？有当然是有的啦。但是你骗傻子，你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既然要骗他，你就要保证一次性从他身上榨取足够丰厚的利润否则呢，你就是透支自己的信誉度嘛，毁自己的市场。真的做良心饭不容易呀。OK， 如果各位有想要加入面具人这种简单纯粹的币圈资讯群的话，了解到更专业的、更及时的这个新闻分析、金融分析、买入信号、卖出信号的话，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看好这个邮箱仔细的一字一字的对清楚，错一个字儿都是这个骗子假冒我的。好，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就可以获得面具人专属的会员优惠哟。废话不多说了，多余的话我们群里面再说，因为有些内幕呢，不能在节目里面说，说了断人财路。